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打开手机微信，摇一摇摇电视，进入到《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精美好礼等你来拿。来看看今天请到的老师是谁？他们是心理学专家于继静于老师，欢迎于老师。华谊家庭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了解一下需要他们帮助的这对嘉宾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各位请看。我们结婚10年了，从一开始的白手起家，到后来开了个建材公司，生意也算做得风生水起吧。前几年一家人过得还是挺幸福的，可是现在却大不如前了，经济状况也出现了非常的紧张，压力也特别的大。我想让他出去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给我和孩子多想一想，给我们一份安全感。但是他现在目前的状态让我感觉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不知道这样下去我们还能够坚持多久吧。这对夫妻的婚姻之路该怎么走呢？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辉38岁，来自安徽待业；女嘉宾小林34岁，同样来自安徽待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迷茫了是吧？是的。希望他能脚踏实地是吧？对。刚才小片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背景。就过去是开公司的是吧？对，过去就是开了一个建材公司，然后我老公呢，他也是在做一些建筑方面的一个工程。之前呢做的还可以吧，就是近几年，主要是一个他出去乱投资的问题，基本上所有的投资都是有去无回吧。然后现在呢，没有说去找一份工作的意识。明白了。就是做股东呗。投资了几回啊？投资了3回，怎么样？都基本上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没看准项目啊，还是运营的不好啊？其实开始还是有点赚的，我也是比较好的朋友，叫我一起去投资的，他投的比我更加多。在我的眼光里面，投资了什么并不重要，恰恰是你妻子有一句话，在我看来是比天还大的一件事儿。她说你这些投资都没跟他商量过。是没有跟他商量。那我就很好奇了，你们俩一起创的业，对吧？你们俩一起挣的钱，她又是你老婆，你为什么投资不告诉她？因为当时我去投资的时候，我也很生气，我辛辛苦苦做工程在外面攒了一点积蓄，然后我开了一个建材店，他天天说建材店又不赚钱啊，这个地址也不好啊，门面也不好啊，干这个也很啰嗦啊，售后服务也很多啊，还是你做工程得了，把这个店把它关掉了。后来我见他这样不情愿的开这个店，后面我一气之下就把它关掉了。关掉了以后，我工程那边接不上，那时候正好我那朋友在上海那边投资了一个项目，但是我去考察这个项目，他在家里面，我去上海了，隔得很远，所以当时我就没有告诉他。其实说到刚才说开建材店这个事儿，我也有话要说，因为之前他是做工程的嘛，做建材这块说自己能用得到，可能说旁边还有朋友啊，然后那些合作伙伴帮衬一下。主要是经营了2年多的时间，主要我们选址也是选错了，选在2楼，而且现在市场也越来越激烈了嘛，做的人也多，所以说生意的确不好，而且说压了很多大量的资金在里面。我是想着边做吧，边把这些东西处理掉，起码收集资金回笼。而且当时小孩也是我一个人在带。当时孩子多大？当时孩子刚好准备上幼儿园了，5岁多。现在孩子多大？现在孩子9岁。现在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我现在就是想让他找一份踏踏实实的事情，从头再起吧，不要说等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不要想着以前那些投资能够再回来。换而言之，在你的眼里，现在的重心和重点，还恰恰是要判断一下投资对和不对呢，是这意思吧？对。重新再起。做什么呢？我现在想让他做的是，就是踏踏实实的去找份工作，上个班也行，因为毕竟有孩子要养，还有老人对吧？这些也要花销的，最起码说先挣这样的一份钱，能够支撑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那您现在是全职？我现在不是，因为我2边都要跑嘛，家里孩子也在上学，然后爷爷奶奶在带着，但是他们不识字，我也要回去，经常如果他考试啊，都会要回去的。然后这边呢，我也要看着他。
其余的时间呢，我是用来接一些兼职来做。你指的两边是指哪两边？安徽老家。安徽老家，孩子安徽老家。对。你们夫妻俩呢？我们夫妻俩在那个上海那边。你们夫妻在上海，孩子在安徽。所以你是上海、安徽两地跑。对。到安徽是看孩子的作业。是吧？主要是辅导他，他如果说要考试的那段时间，我会回去辅导他一下。在上海是看男人。对，我就是怕他再出去下投资，说实话。啊，挺辛苦的哈。现在家里也没钱了，还投什么呀？还有钱吗？比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啊，没有以前多，还有点积蓄是吧？还想投是吧？不多了。不多了啊，也就是稳定家庭的一些开支，日常开支，也就只能那就赶紧工作去呗，这有啥？你怎么想？因为我们开始从走上社会就一直基本上是一个创业的状态，我从来也没有跟人家去打过工，公司里面那些技术有些高文化的东西我也不懂，我学历也不是很高我是想现在踏踏实实的跟朋友在一起，踏踏实实做一些项目。之前我们做的项目亏本了，但是我现在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以前做的都是虚拟，我感觉现在呢，我想正儿八经的投资一些实体人来做，但是他也是不认可，老是要我去打工，他感觉到你万一投了再亏了怎么办？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一样，太谨慎了。因为我在社会上打拼了10几20年，我在社会的经验还是有一点，我相信我能找到一些合适的项目，能赚一点。反正说来说去，你就出去还是要跟你的那些朋友去合伙投资，对吧？哎，你是不是3次投完之后，他天天在家里唠叨你天天就埋怨我、抱怨我你觉得我能不抱怨吗？首先，我们的生活质量也是下降了很多，然后再一个，我顶的压力也很大，知道吗？现在家庭的开销一个，然后再有一个，以前是什么样的，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那肯定不一样了。以前什么样？以前你像他每天最起码有事干嘛，对吧？出去就是说意气风发的出去，最起码是创业是实体，对不对？然后回来也是挺好的，然后天天高高兴兴的大家一起。然后现在一提到出去，出去干嘛呀？然后出去就跟朋友喝酒呗。问他为什么喝酒，他说不也是找项目吗？下次找人员，下次以后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整合资源的，都是要人脉的呀。他是这样说，而且最后一次投资还说的更可气的事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前2次投资了，第1次没告诉我，第2次是打包票跟我说肯定能赚钱，我就想着我就相信你一次，反正没多少钱当时投了也就几万块钱吧，10万块钱不到，我说当时还行。第2次投了，过几天就黄了，说实话。第3次的时候，主要是第3次，他跟我说骗我说是就是一个朋友，他是确实开公司的，开建筑公司，开得特别大，可能几千万的、上亿的身价都有。他说以后可能说做建筑跟着人家去做嘛，肯定要去人家过生日、做寿，总归去表示表示，热闹热闹。然后我就飞到重庆去了。当时我想着，那挺好的，那毕竟说做实业了，我也挺放心的。然后一跑去，在那里确实先是狂欢了几天，然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回来才告诉我，他们老总做一个特别赚钱的，就是有实体，可是那个平台现在都封住了，根本都没有的。我估计你在家里可能经常拿这些事儿损他吧？损他其实还好，我主要是生气是什么？背着我投资，我们是共同财产，我们自己赚的，辛辛苦苦的，也没有说家里也没给1分钱。我问你他状态好的时候是这样吗？这个男人可能最近已经变得就是有点蔫了吧？他也有点郁闷吧，说实话，因为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突然间就是从一个男神是吧？男神，商业男神突然变成一个投资的白痴对，我就觉得差不多是这样。对，我就觉得他那些朋友，我感觉有点不靠谱。不说，特郁闷吧？郁闷吗？也非常郁闷，但是我感觉到这里失败了，虽然失败了，但是我还是有信心的。再不管怎么样。你下面做什么打算？有信心。我下面我就是现在考察的是讲，我那个同学在那边开了个餐饮连锁，这块我想投资这一块。做餐饮做餐饮连锁这一块，也就是早餐这一块，他一下子3年时间到4年时间，在城市里面，他那个城市里面就发展了10几家，差不多20家了。连锁有模式，你就是投资做股东。不是，我想带领他这个加盟他们这个。有管理团队吗？
管理团队，我们现在也就是讲，他老是埋怨我嘛。本来我有想就是运作这一块，想去筹划这一块，他老是讲你又去喝酒，又去应酬，又跟那些朋友去，又想投资什么，他老是讲就不理解，认为我前几次投资失败了，我接下来投资永远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讲一直走牢我，不让我去放开手脚去做。我现在投资这个项目，肯定跟之前的项目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这个朋友他投的确实。咱项目的事儿不说啊。你现在我信不过他了，不主要是你现在觉得你老婆变了吗？我觉得他以前没有以前那种，豪爽的那种精神。刚开始我们那时候创业的时候，也就是1、2万块钱就开始创业，慢慢的创业到后面慢慢的做建材。从一个勇往直前的人变得有点畏手畏脚，是吧？啊，这是生意合作伙伴，你这么评价他。从妻子呢，做妻子的角度，他变了吗？做妻子现在我发现越来越胆小，也非常啰嗦了。就比如啰嗦啊，比如我在家里抽个烟，看个电视，现在就是我看个创业的电视剧啊，他也在嘲笑我。抽烟过去他说你吗？抽烟过去也不说，现在我现在说了啊。那你能说我变了吗？那话是因为你引起的。就他们的这一段生活，代表了现在这个年龄人群里面特别典型，就它代表了很多典型人群的典型生活状态。这其实就是家庭之后物质和情感的双重重压，包括整个的生存的状态和空间都受到了挤压。变了之后，这么一个家庭应该怎么办？听听我们3位老师怎么帮你们分析，听听他们做一些分析，我想他们会有一些解读的。我们一起进入到丘比特问卷。你刚才说的这些项目，万变不离其宗，在这里面体现出几个心理。第一，你的前面几个项目呢，我看到的更多的是让自己把钱投出去，你想睡觉多赚钱，叫赌博心理。第二，在你们俩这个期间，这种状态下是你们在10年情感当中遇到了一个坎儿，之前感觉还不错。对。但如果你们在这个期间互相推诿，那么即使现在有好的项目，我觉得也做不成。因为有话说得非常好，叫家和万事兴。这边碎碎念，当然你前几次失败了，人家也会必然的出现碎碎念，担心吧。你这是加油，那是刹车。要没有刹车，我告诉你啊，你前面赚多少钱，你现在赔多少钱。幸亏你不算太有钱，要不然你今天更惨。你琢磨是不是这样子？当然，我也同意说失败了还会有成功的机会。但从这一点角度来看的话，此刻不适合做大的投资。即使说你想做，从小的地方开始做，我觉得就可以。当然有一点就是，不管做什么，前面的经验教训拿回来。如果你觉得前面做的还是对的，那老婆自然不同意。几次大的投资，跟老婆含糊其辞或偷偷摸摸，这种行为非常可怕。所以人家的不信任就在这儿了。那下一次你还会干什么？不好说。2个人在这个时候呢，先把感情恢复了，然后先从点滴基础开始做起，然后才再去展望未来。基础最为重要。我就说这么多。好，谢谢于老师。好，来，曲总。40岁左右的男人，这会儿其实心里是需要找一个突破的方向的，因为之前是有过成功，现在急需一个突破台阶儿。那这会儿其实是所谓出去找项目，其实是真正是找另外一个下一个阶段的自己的一个事业的平台。但是从你找项目这3个字儿来说，可能就注定了你失败。你不是专业的投资公司，你也没有曾经的这样的经验。你看你找的所谓的几个项目，哪一个是你曾经接触过的行业？哪一个是你曾经了解的那个工作内容？没有，看到的只有什么？这个能挣钱。我曾经也投过几个项目，失败了，无外乎就是几个原因。第一，你了解你要投的事儿吗？不够了解。第二，了解和你一块儿合作的人吗？不了解。那为什么还这么义无反顾的能投出去呢？就是因为我想一下挣大钱。但当你想挣钱的时候，离你让你上当的陷阱就不远了。做事业一定是长久的，慢慢养，开始一定是投入，慢慢之后才有可能去挣钱。而现在让我最担心你的就是说，你现在还在找项目，收一收吧。老婆在为你做的很多默默无闻的事情，你应该关注。老婆让你回来，并不是说你就这么一辈子下去，而是让你稍微收拾收心，把心放在应该放的地方，然后
收回去的拳再打出去一定会更加的有力。千万不要再找项目了，找一个事情做，某一个事情脚踏实地的去做，不见得不能挣大钱，明白吗？妻子其实做了很多的忍耐和包容，不错，让他收心，但是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说他不行。人家看电视看创业项目，人家有想法，这是非常好的事，这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态度。可能短期做的行为有点想当然了，这会儿用合理的方式、合情的那种语言，让他回来，让他心收回来，好吗？他收心，你再呀放心，这事儿我觉得你们之间的爱情还是不错的。来，涂老师，我们在场5个男人年龄都应该差不多。人到40所说的不惑呀，我理解的这个不惑，是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知道掂自己的分量。人到中年有双重危机，一个是财务危机，一个是婚姻危机。婚姻危机是爱淡了，财务危机是输不起。爱淡了就不用说了，很多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往往由于平淡而琐碎的生活，导致到彼此之间的情感互动不多了。就像他有些事情也不跟你有商有量，家里上有父母下有孩子，很多琐碎的生活把人的情感生活弄得支离破碎，你很难有闲暇的时间来注意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而所谓的财务危机输不起，就包括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形势的转变、知识文化的落伍，又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疏忽和倦怠。而且在40左右改行或者是转行做重大的改变，其实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因为你的很多知识点和一些直觉，甚至对于商业的敏感你都退化了。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自己的老本行上慢慢的耕耘，而不愿意去从事大的改变，因为家庭生活当中经不起大的折腾。但我想对女人说的是，你永远要记住一句话，叫轻声说重话。就很多女人在男人事业当中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喜欢唠唠叨叨，可是我繁繁琐琐，也是为了他。对，你再怎么为了他，你也要记住，你所有的负面情绪不能掩盖在他身上，你所有的负面情绪和唠唠叨叨都在告诉他说你已经不行了，你认清楚自己的本质吧，你就这么几斤几两，你回家吧。你对他是一种极大的否定。而用轻声说重话的方式是，有些事情你只要轻声的说一次，无论他行或者是不行，都能够给他一种莫大的支持，又或者是理性的判断。好的女人能够激起男人奋斗的决心，也能抚平他欲望的野心。当初他也是行的，所以无论他现在创业的成功或者是不成功，都不要用那种琐碎而苛责的方式去否定他，否则的话他只能越来越差。即便是对的项目，也被你的那些所谓的唠叨到了最后变得没有信心了。所以记住，轻声说重话。而对于男人来说，要不要奋斗，要不要有激情，我觉得人虽然年纪大了，始终还应该保持一份对于生活的憧憬，但你也要记住一句话，胸有猛虎，细嗅蔷薇啊。就是你心里面有远大的理想，但是你对于战术战略，你还是要考虑风险。更重要的是要跟妻子有商有量。人可以有远大的梦想，但下手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因为毕竟不是20郎当的小伙子，你输得起了。你现在连带的是一家子人，有商有量是夫妻之间的基础，感情互动是生活的主要内容。至于所谓日子的改善，我们要有大的愿景，但是女人要轻声说重话，男人要胸有猛虎，细嗅蔷薇，好吗？祝你们幸福。放下心来，守一下。就是现在是需要特别稳健的时候，就是你太想做那种甩手掌柜、做梦挣钱的项目了，那钱啊，别往出散了啊，揣在口袋，先别急着投。我就是这个建议，先别急着投。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两。
老婆这么多年一直走过来，对吧？确实，家庭里面也付出了很多，对吧？这前几次投资呢失败呢，我也是想多赚点钱，为了我们家庭日子过得更加好一点。所以讲，我也去努力去奋斗。可以讲，你为家庭里面付出的也很多，确实我也感觉得到，我也看得到你为儿子，对吧？家庭的付出，我也相信我有这个能力，能够把我们这个家庭经营好把它很有信心的把它过得更加幸福美满。希望你以后能够多为家庭考虑，好，为我考虑。你们俩进转门之前，最后再说一句话：看不清楚的时候，捂好钱袋子最关键。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请回。请关门啊！相信这对夫妻会选择在一起的，咱们看看吧。请开门。说爱我哟，你懂啊？过来嘛，过来嘛。老婆，原谅我吧，前几次很多事情我也感觉到挺对不起的，但是呢，我也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为家庭为孩子多做一些努力吧，把家庭过好，好吧？今天我送给你，对吧？一句话。呦，站在中间，站在中间。都是很少说话的，平常也什么生日基本上一个电话就做了坏事才送花是吧？就他要真问你，你要有一个前提，第一家店自己管，就是你亲力亲为，你把第一家店操持起来，我觉得老婆还可以考虑，特别清楚的情况下，可以去尝试一下，对不对？但是必须得自己懂。对，一点不懂的话就不行。行吗？学习一下行吗？第一家店我肯定要亲力亲为去管理，自己去参与操作一些事情。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来，要拿戒指。见证这对10年夫妻的浪漫一刻吧，各位请见证。哦，太浪漫了。对你曾细柔中的你，在梦里全是你，不要再迟疑，把我放进2颗心，一辈子肯定，你放心，我肯定会好好的努力。拉长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行吧，亮灯吧，来，这个送给你们。好好的谢谢，好好爱他，信任他，好吗？加油，加油，加油！来，请回感谢了，谢谢你们。无法呼吸，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也许是不经意，相遇在人海里，有几把是你。其实中年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顾忌。我们要想到背后是一个家庭，所以你到这个岁数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的事，而是一个家庭体系的事了。好了，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朋友吧，各位请看。我和他在一起1年多，刚开始挺甜蜜的，可后来发现矛盾越来越多。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家里人管得严，平时也很少出去玩。他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朋友多，属于在家里闲不住的那种。我担心我俩以后会因为这个原因走不到一起。在一起1年了，我发现我还是无法融入他的生活。无论我多么的爱他、体贴他，多么的善解人意，可始终还是无法走进他的心，更无法得到他家人的祝福。我想离开，可是却又舍不得。感情的瓶颈期，我应该怎么选择？爱是熟悉的侧脸，嘴角没有了弧线。走不进你的世界，我该怎么办呢？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张21岁，来自青海，是一名学生；女嘉宾小姨21岁，来自黑龙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来说说吧，怎么就两个家庭又不好了，性格又不合了？谁说呢？我先说一下吧，我家里从小管得比较严，造成我的性格也是比较内向的。他是家里就是属于放养型的，性格就是比较外向。然后跟他相处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朋友特别多，异性缘也特别好。就在有一次吧，我们一起出去打麻将，他坐在我的下家，他打着打着觉得累了，他就叫他的一个异性朋友跟我们一起打牌。那我俩既然是男女朋友关系，你应该坐在我的旁边，但是他就坐在他那异性朋友旁边啊，还时不时有一些亲昵的举动，最后他还把手放在了那个男性朋友的腿上，让我很是费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做，难道你不把我当男朋友吗？我想解释一下，就是我已经知道我自己这副牌是什么，我再看别人的也不礼貌，然后我就坐在我朋友旁边了，而且也没有说是上我摸人家腿啊，就可能是有意无意的那么碰到了。行，这件事先挂着吧。还有别的吗？后来陪你去夜店，那些酒保啊、服务员啊，不是你的朋友吧？但是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会拉着人家的胳膊，拉着人家的手。虽然说你告诉我夜店吵，然后你要贴着耳朵说话，但是你没必要拉人家胳膊。我就在你后面站着，我是你男朋友，你把我当什么呢？因为比较吵嘛，离得近说话，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嘛。而且就像你说的，我和这些人有一些你觉得亲密的举动，那可以把这个人叫出来，咱们两个聊聊，我和你有没有过暧昧，我和你有没有过歪心思啊，我都可以拿得出来说，我绝对没有。但他就不一样了，我们两个刚在一起不到1周的时候，就有女孩子找他，而且微信问的他，我们以后是不是不能再联系了？他回了一句不咸不淡的嗯。第二次是我生病了，在医院他有陪我，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那种惊魂还未定的时候，这女孩又发了一次，说我晚上不加班，你能来接我吗？普通朋友为什么要你接呀？他不知道你有女朋友吗？但是他突然这样发，我手机在你手里啊，我也没有回复。手机要是不在我这儿，您能回的时候就回复了是吗？我在跟你好的时候，我跟他从来没有见过面呢。而且经常会有朋友圈的互动。有一次他发了一个在外面玩的小视频，之后这女孩问在哪儿呢？因为我跟他在一起呢，我说陪我女朋友在一起呢，这女孩就没接着说。如果他要说自己呢，这女孩是不是就过来找来了？我俩因为这个事儿吵架的时候，他说两个人没有什么别的关系。我说那就叫过来呀，把事情说清楚啊。我觉得没有，他不让，他说不让这女孩特别护着这女生，怕这女生。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也没有护着她。这个事情我是问心无愧的，我没有跟他做什么事情啊！你当时直接把我手机给砸了，你没有道歉，还在和我闹，我当然生气啊！吵完架之后，我们两个还在僵持的时候，他妹妹给我打电话质问我，亲妹妹不是亲妹妹，表妹，上来就质问我，你每天都黏着我哥，他哪有时间去找别的女生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先解释一下，因为刚开始好的时候，快到我生日了嘛。他为我生日准备了20份礼物，每一份礼物他都写了一段关于我的话，当时我挺感动的。可后来因为这件事情，他开始要在朋友圈变卖这些礼物。后来我妹妹就看见那条朋友圈了嘛，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把事情一五一十的给我妹说了。除了妹妹之外，还有别人吗？家人还有姐姐啊，我也有意无意的那么看到的。太姐问他分了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我们两个那个时候还没有吵架，是感情特别好的时候，盼着我们两个分手。可能是你多想了，因为在他之前我谈过2段，那2段感情经历都没有坚持太长久，所以我姐可能觉得我在感情上面比较花心呀。可能她当时看我手机，她就觉得是好像盼着我俩分一样。那可以不问分了呀？你们两个最近感情怎么样啊？这种话不会说吗？就非要你分了吗？什么时候分啊？非要有这种心态去问啊？觉得特不可理喻。听明白了啊？想怎么样啊？不知道。就是在彼此的眼中，男人是个花心男，女人是个轻浮女。那你们彼此留恋的是什么呢？谁能回答我？我觉得我的性格首先从小跟家庭背景原因，我比较内向吧。我对我以后的女朋友的目标，就是希望有一个就像她一样这样外向的人，能跟我一样互补一点嘛。那不是外向了吗？行了，结果她太外向了。哦，那怎么办呢？所以我现在
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吸引你的是外向，对，是这意思吧？他当时性格，但是太外向了，对，要再收点完美。是，好，行，明白了。你呢，姑娘？我父母都是商人，平时工作很忙，没有时间说是给我太多的问候，只是有事情的时候会联系我。他妈妈知道我们两个谈恋爱之后，就又每天会多问一句：“那你女朋友呢？她吃饭了吗？”哦，我觉得这种感觉是之前没有过的，我没有过有人这么关心。这是舍不得的啊。但我们一旦吵架的时候，就像他妹妹这样，我觉得当时可能如果他妹妹说的是姐，你先别生气，我问问怎么回事儿，然后我哥有不对，我先给你道个歉，这样呢，我可能就不会有那么过激的行为。就妹妹这么点事儿嘛，这事儿我跟你一说，你看你还生气吗？他肯定是跟他妹妹这么说的，看我看得太严，我哪有时间跟人干这干那呀？是这么说的吧？是这么说的吧？是。可是他还怀疑我，是不是？是不是这么说的？是。所以我很难受，因为他们俩的话，你把它往一起一放就能对上了。然后他妹妹是质问，说你怎么回事？你把我哥都看得那么严了，他还有时间去花吗？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吧？态度特别差，那不就这个意思吗？他那个意思还替他鸣不平吗？这都很正常。你们那明明就是他的不对，为什么还要替他鸣不平？我也很委屈啊。因为她是他妹妹啊。你把这事儿想清楚，就没那么纠结。你们俩是谈恋爱对吧？对。回到恋爱的本质，喜不喜欢他，喜不喜欢这个人，其他的事儿都可以放在一边啊。来吧，你们听老师怎么说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方尺度上可能让人有些怀疑，但基本上她做的事情你都能看得见，她都放在外面，也不过如此。但是你所做的事情，有的时候如果不去深挖、详细了解的话，是不了解你的。所以你恰恰有些事情更不让人放心。不仅仅是所谓你女朋友怀你的那暧昧女性，你处理不好和她的关系，你那个姐姐和妹妹，你在当中也没起到好的作用，你至少没有协调好。所以这样的话导致你俩之间的矛盾。还有，你俩现在大3上学，21岁，相处时间也1年左右，但是你们居然把家里的家人7大姑8大姨都要上来了，走太快。第3，这个男生啊，有点自我，这个大男子主义很快就萌生出来了。你按照你的要求去对女方有各种的限制，其实你太过于小心眼儿，所以导致了你们俩之间的这种分歧。我的观点，你们俩把身边的所有人都去掉，两人独处一段时间，看能不能还走在一起。如果还不行的话，我觉得真的不如分了，因为我没有看到你们俩之间有太多情感的交集，而更多是在小事上处理不了的纠缠，这就提示感情已经没有那么深刻了。1年的时间很短，所以可以做决定。恋爱就是给我们试的机会。好，谢谢于老师啊。来，曲总。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一定是2人世界，之后呢，结婚或者我们想更长远的发展的时候，才可能涉及到双方的家人或者更多的朋友。但恰恰你们现在就是在2人世界里面掺杂了太多别人。女孩没听到喜欢她身上那个优点，反而是说你享受的是那种更多的关注。而男生呢，既然是2人世界，哪来那么多暧昧的人呢？就如同那个女孩。那个女孩对你有意思，喜欢你，你是心知肚明的，否则不可能说你有了女朋友之后，能不能不要把我删掉？你当然应该删掉她。如果说她不问几句话，你可以不删她，但是她问了，你一定要删掉她，因为你知道她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反而呢，你不将心比心，当这个外向的女孩是你喜欢的，她可能有多了一些异性朋友，并没有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你心里不舒服。但你有没有想到，当你跟那个女孩那么暧昧的动作，你的女朋友能不能心里踏实呢？一样是不能。所以你们甭管是不由自主的还是人为的，把你们的2人世界里掺杂了太多的别人，一定会乱的。其实在很多的感情基础很深厚的人面前，其实一些所谓异性朋友多一点啊，偶尔有一些外人的介入，其实他是不会在意的，因为他相信对方，有信任在。而你们没有，反而有那么多杂质进来的话，你们的爱情就不纯了。最关键的其实是在于男生。如果说你能够和那个女孩一刀两断，甭管有还是没有啊，跟她不再往来，也许会有好的发展。已经一刀两断了。还有，
你跟你的亲戚朋友们，既然你知道这个女孩其实喜欢你，或者说对于她来说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在意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对她的感受的话，拜托你能不能不要跟别的人说太多她的不好？你说她的不好，其实对于你自己来说是件好事吗？只能证明了你内心的潜质里是说，我对这份感情是有意义的，是有怀疑的，是没有信心的。所以说，如果你真对这女孩好的话，专心专意，过好你们的二人世界，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你的确有一些边界效应是不清晰的，跟有些男生的动作比较随意，但是你内心是坦荡的。你可能有些行为方式不好，但我相信你内心是干净的。谢谢老师。其实有几点可以证明你表面上说的自己特内向、特正义凛然，背后想什么自己心里清楚。第一，你之所以那样会去想他跟别的男生之间有什么，那是因为你自己跟别的女人有什么，你才把别人想的跟你是一样的。但是他在我面前就把手放人家腿上啊。那是啊，从某个条件上来说，这种行为习惯确实不好。但你认为真有什么吗？有些男生明明知道一些女生喜欢自己，对吧？但是他还保持跟别人的联系，并且不严厉的去保持距离和斥责他。他的话的潜意识就是：你看，我有魅力吧？我说不跟他发生什么就不发生什么。我要是想跟他发生什么，嘿嘿，我也能发生点什么。你潜意识不就这个吗？但是我不干，因为我是个正直的人。你就这意思吗？你要是真爱他，你注意他的感受，你就应该告诉那个女生不要再跟我发短信。我有女朋友，我不想让她不高兴，但你没有做，这是一点。第二点，身边的人是最了解你的。你的那个所谓的姐姐不说得很明白吗？她知道你花心，对吧？第三，你刚才说你喜欢她的什么？喜欢她的大大咧咧，对吧？对。一个内心复杂的人就想找个内心简单的人，一个内心简单的人就想找一个内心更厚重的人。你喜欢他的就是他的坦荡，他不藏着不掖着，他不像你，所以你跟他处在一起你觉得轻松，他什么都在嘴边上，他从来不瞒着你。你喜欢他的就是这一点，对吗？那是因为你自己内心太阴暗，你需要一缕阳光来照射你。当然我这样说，从某些方面来说可能有点夸重了你，但是你自己内心想一想，你是不是没有这个女生坦荡？你跟那个女生之间到底有什么，到底没什么？有的时候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局限在说你们俩真是牵了手啊才是有什么，而在于你心里的那点东西。一个人如果对人性有足够的了解，他对对方就会有足够的宽容。如果两个人要好好在一起，有一点可以增强你的宽容性和对人性的了解，那就是你做任何事情想想对方这么做我会不会高兴，就很简单的同理心嘛，就是很简单的互换感受嘛。如果他手搭在一个女生腿上，无论他有意还无意，心中有心还是无心，你是否高兴？而你也是一样的，别人如此坦荡，你背后跟那女生保持那样的关系，如果他这么做，他也按着来，你会找他吗？你不会，你喜欢的不就是他那份阳光吗？所以说，如果你们俩真的要在一起，的确爱着对方，除去那些周围的干扰之外，坦诚的面对，并且多去想想我这么做对方作何感受，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啊。就是在你们整个的描述过程当中，好像你们的大学生活除了谈恋爱就是娱乐。这个在我的想象当中，我觉得人在这一站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学习和单纯的恋爱，这是我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单纯的恋爱是什么？心向往着要结婚，但是还有点害怕。我们只是干干净净的交往，不掺杂那么复杂的东西，什么都没了，最后剩下的就是彼此那点破烂玩意儿，有意思吗？喜欢那女孩吗？喜欢。那女孩不行。
为了避嫌，删了吧。我说的是实话嘛，你删了不就完了吗？以后这种事儿就这样，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跟人说清楚，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哟，这就飘下了片片桃花啊，这是预示着什么呢？好了，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想先说一下，在刚刚听完几位老师给我说，我仔细想了一下，你告诉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你给我说你不想有一段平平凡凡的恋爱，你想跟我谈一场那种轰轰烈烈的那种恋爱。但是我现在听老师说，我感觉我俩的进展可能太快了，我也不知道我俩以后该怎么走下去。怎么走下去很简单啊，你喜欢我啊，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啊，那我们两个就应该在一起啊。但是你给我的感觉，而且像这些事情，你为我断了一些和别的姑娘的联系，也不是一件很让人觉着没面子的事儿啊，也不为难啊。人家姑娘喜欢你，你就不和她联系了，你跟她说清楚了，有那么难吗？我真的感觉我俩在一起谈恋爱节奏太快了。好，时间到啊！哎，回去吧，谢谢两位啊，请回。要好就好好好，不好就算了。哎，回，别纠结，生活还那么多事儿要做呢哈。我来，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F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说爱我，在我的耳边对我说，我已经真的太久忘了这种习惯。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啊。叔叔拿地址。好，谢谢。这边走，来，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跪下，跪下呀！跟着你，对你疼惜有种暖意，在梦里全是你，不要再迟疑，把我放进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不想确定日期，拉长幸福距离。哦，请亮灯啊！来，送给你们啊！好好的两个人谈恋爱啊，谢谢老师，就俩人，回去吧啊！谢谢你们啊！在爱里全是你，思念让心跳无法呼吸，爱本来就没什么落地。这就叫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啊！行了，他们只要这个谈得开心，开开心心的去恋爱，真诚的面对彼此，我觉得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鲜剂。有网友向涂老师提问说，我和他结婚15年了，从一开始他就和女人聊天打闹，最近发现他有一个女的联系了3年了，我和他说这个事儿，他就翻脸，说我无理取闹，神经，我该怎么办？没有底线，或者是有底线却不坚持底线，结果只能彻底沦陷。当你的底线在对方的嘴中已经变成了无理取闹的时候，说明他已经缺乏对你最基本的尊重。你现在要做的是让这个男人重新恢复对于婚姻的敬畏感，而让他产生敬畏感唯一的方式，就是拿掉他原本应该珍惜却没有珍惜的东西。到那个时候，他自然会回来找你。如若不然，那也说明你们不是真爱。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易贝诗的官方微信，或到易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再一次的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也感谢电视机前你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